日本蓝军司令王牌飞行员坠海，他驾驶的战斗机呢，采用的是老虎涂装，到底发生了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1月31日，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D 节战斗机呢，在这一天失踪了。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称，事发当时大约在31日下午5点半，一架 F-15 D 节从石川县的小松基地起飞后不久，信号就在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有报道称，当地的渔民在近海附近看到了红光，日本航空自卫队立刻派出军机到那片海域进行搜索。2月1日，在小松基地附近的海域呢，发现了不明的漂浮物，最终呢，被确定为这个地点就是 F-15 战斗机坠机的地点。而找到的这些漂浮物已经被证明，它就是战斗机机体上的部件。日本战斗机坠海的事件啊，其实并不罕见。前些年呢，也有报道说，该国自己组装的 F-15 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掉过东西，摔到海里去，这样的事情呢也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一次坠机事件，它最大的看点不是 F-15 战斗机坠海，而是驾驶这款战斗机的飞行员是日本的一个王牌飞行员，他是蓝军司令。因为该机是作为蓝军的飞机来使用的，他们充当了精锐的假想敌，能够官至蓝军司令。显然，这名飞行员的驾驶经验非常丰富。既然有这么丰富的飞行经验，该机为什么又会坠海呢？那我们来看看这次失事的 F-15 D 节战斗机，它上面的飞行员以及该机的相应情况。当天驾驶这架 F-15 D 节战斗机的是航空战术教导团的司令一等空佐田中。一等空佐他相当于上校，据说他的飞行时间达到了2800多小时。而后座飞行员也是航空战术教导团的飞行教官一等空尉。一等空尉他的军衔相当于上尉，这个上尉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也多达1900小时，可以说二者都是老鸟了，而不是菜鸟，都拥有非常丰富的驾驶 F-15 战斗机的经验。这两名飞行员还都是蓝军飞行员，也就是扮演假想敌的飞行员，而能够被选中进入蓝军部队，说明呢他们的飞行技术都相当的精湛。那么 F-15 D 节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假想敌中队中，他们扮演的主要角色是什么呢？类似于俄罗斯的苏-7、苏-30战斗机，或者中国的歼11、歼16战斗机，这些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F-15可以说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机之一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后一共订购了48架双座型的 F-15 D 节。但是有报道称，自1982年装备部队以来，在40多年间，日本的 F-15已经折损了12架，坠机数量超过印度的苏-30 MKI。当然，苏-30 MKI 装备部队的时间要比日本航空自卫队晚，因此呢，这个还不能够完全说明问题。像印度空军是衰机大王，是吧？尽管如此，在这个重型战斗机的驾驶或者是安全使用方面，似乎呢，印度空军都能有较好的表现。可见，双座战斗机总体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发生严重的坠机事故呢？一般的飞行事故大概分为这么几类：一个是人为操纵失误，比如说飞行员发生错觉了，
海空混淆，最终呢架机直接坠入海面。第二，飞机发生故障了。那什么故障呢？渔民看到它在坠海之前发生大火了，那么会不会由于发动机的问题造成了空中爆炸起火呢？第三，也可能这架飞机过于老旧，机体有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有裂纹。那么架机的过程中，如果你机动过载做大了，就有可能造成空中解体，最后失速坠海。但无论是哪个原因，都可以归结于该机过于老旧。飞行员老，但是经验丰富；飞机老，可能就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飞机失火，无论是油箱漏油、油管断裂，或者是发动机爆破，都有可能造成这次事故。因为在坠海之前，当地的渔民已经看到了火光了。那么这架老旧的飞机发生失事坠海的原因，当然是可能是多方面的。还有一个外部因素呢，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不得不考虑，那就是中俄空军近年来加强了在日本海以及周边海域进行巡航飞行的活动。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呢，不得不频繁的起飞进行跟踪监视。那么在这样高强度的使用状态下，加速了这些飞机寿命的消耗。而相比于中国空军，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5确实是太老了中国空军这些远程的战术飞机以及战略轰炸机机龄呢都是几年、十几年，顶多20年，离退役还远着呢。因此，我们频繁的在某些海域出现，进行相应的战备巡逻，就会搞得日本航空自卫队疲于奔命。在这样的情况下，飞行员疲劳、飞机疲劳，最终就很有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除了换新的飞机以外，没有太多的好的出路。但是换什么飞机，这个恐怕日本航空自卫队就得考虑了。如果全换成 F-35A， 单价太高，换不起。即使是换了，你拿它用于跟踪监视，恐怕也是大材小用。而要想更换同样类型的重型战斗机，目前日本又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向美国订购现在刚刚开始恢复生产的改进型的 F-15。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机 F-15何去何从？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和结果？我们等着瞧。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